皇贵太妃怎么没来？哎呀，端姐姐又病了。一格殿娘娘为什么不愿意来见嬛嬛？难道真的是因为病了吗？可拉倒吧！一格殿娘娘之所以不来，最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她和嬛嬛之间历尽了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剧情往前，咱们来看一格殿初次见到嬛嬛的时候，当初温宜、周岁宴，一格殿拖着病体而来。往期视频咱们说过，一格殿来生日宴有2个目的。其一是给众人留下一个他喜欢温宜的印象，其二则是来看看嬛嬛能不能成为他的盟友。果不其然，一格殿看了一眼嬛嬛，就对大胖菊说：皇上又得佳人了。这个佳人可不仅仅是指甄嬛长得漂亮，因为一格殿曾经接触过纯元，所以他认为长得酷似纯元的嬛嬛能帮到他。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脸，我就知道他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。一格殿凭什么认为嬛嬛会帮他呢？作为宫中老人，一格殿深知因利而合这个道理，所以当嬛嬛深陷木薯粉事件的时候，一格殿及时出场，并让吉祥伪造证词保了嬛嬛。后来在富察贵人小产当天，一格殿明明捡到了安小鸟掉落的香料盒，可他硬是没把这回事儿说出去，反而在深夜跑去提醒甄嬛要提防华妃和曹贵人，一句话都没有提到皇后。其实以一格殿这样的宫斗手段，加上他在景仁宫悄悄捡到的那个香料盒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富察贵人小产这事儿不简单，毕竟他可是个连纯元死胎都悄悄去看过的人。他会不知道皇后究竟有多伪善吗？很明显，深宫的水到底有多深，一格殿他都知道，可他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心，把嬛嬛的注意力往华妃和曹贵人身上引。我既然说了，那我就再多说一句，曹琴墨是比华妃更难缠的人。一格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一格殿这么做无非是想与嬛嬛结盟，扳倒华妃。而在此时的嬛嬛还看不透一格殿的心思，只当一格殿和自己一样都是恨不得华妃倒台。于是嬛嬛和一格殿暗地结盟，最终年家倒台，嬛嬛挑唆曹贵人告发了华妃，华妃落了个撞柱而亡的下场之后，嬛嬛又为一格殿抢到了温宜的抚养权，至此一格殿和嬛嬛的利益暂时尽了。就像当初曹贵人和嬛嬛合作时说的一样，嫔妾与娘娘相处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，说的难听些，不过是因利而合，他朝历尽也可一拍两散。一格殿拿到了温宜的抚养权，嬛嬛对他来说暂时没有了可利用的地方，所以当嬛嬛深陷纯元故衣事件，被大胖菊禁足在碎玉轩的时候，一格殿从来没有出面为嬛嬛说过一句话，也因此嬛嬛看清了他和一格殿的关系。直到嬛嬛在甘露寺读博结束重新回宫的时候，一格殿和嬛嬛才有了第2次合作。当时嬛嬛和一格殿以及专妃举办后妈茶话会，会议上嬛嬛说出安小鸟嗝屁前曾说过皇后杀了皇后。一格殿顺着话茬回忆当年王府发生的事儿，甚至说出他和嬛嬛一样恨毒了皇后。至于一格殿为什么恨毒了皇后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下期咱们可以展开唠唠。总之，这时一格殿为了借助甄嬛的手扳倒皇后，他选择了与嬛嬛再次合作，毕竟一个是自己恨毒了的人，一个是日渐强大与自己还合作过的人，换谁都会选后者。后来嬛嬛不仅帮一格殿谋到了皇贵妃的位置，还顺利扳倒了皇后。既然皇后倒了台，自己又有尊贵的身份，一格殿清楚他与嬛嬛的结盟也该结束了。加之皇后倒台之后，嬛嬛彻底飘了，嬛嬛不仅私底与拽妃成立了屠龙小分队，还用言语激怒大胖菊，导致大胖菊病情加重，甚至还仗着身份怒斥嫔妃。如今是以皇上的龙体为先，若谁妨碍到了皇上圣体康健，那就别怪本宫不顾昔日里的姐妹情分。你何须这样疾言厉色？一格殿这样怨怼嬛嬛，除了他与嬛嬛再没有了结盟的可能之外，其实还是因为一格殿心里有大胖菊。虽然剧中一格殿深爱大胖菊的画面在原著中都是另一位妃子的戏份，但是既然剧中是一格殿来穿插这个角色，那么也能代表着一格殿在乎大胖菊。天凉了，让伺候您的奴才在您的茶里兑一点菊花。臣妾见您的嘴角都起皮了。好。
瞧瞧一格殿这细细回味的样子，可见一格殿心里是有大胖菊的。自己奢求的东西被缓缓轻易践踏，甚至谋害，一格殿怎么能做到假装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呢？很明显他不能，加之此时的缓缓已经不是一格殿能抗衡的了，所以他只好装病再次避世。